相信你肯定听过这样一个段子，把有钱人的财富全都拿走，过几年之后他依然会变得有钱，而给穷人一笔钱，过几年之后他还是会变回穷人。你觉得这个观点有没有道理呢？其实如果认真去思考的话，把有钱人的财富拿走也只是拿走他们的钱而已，但他们自身的处事方式、社会资源和生产资料等东西依然存在，所以他们就可以利用这些东西继续为自己创造财富。例如你有一栋房子，每个月可以收取20万元的租金，假如你有10栋这样的房子，几个月下来你依然还是会成为有钱人。拿走他们所有的东西，他们还能不能成为有钱人，这个就要打一个问号了。但是如果给穷人一笔钱，过几年之后他们是不是真的会变回穷人呢？这个就很有可能会发生了，因为这会涉及到我们自身如何支配金钱或者资源的思维方式。即便没有富人那么厉害，这些思维方式也会影响到我们如何用好这些钱让财富增值。那么基于这一点，去学习有钱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，这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就很有帮助了。以下是我了解到的关于有钱人的思维方式和习惯，共勉之。1. 财务思维。有钱人会遵循一些最基本的财务规则，如不会透支信用卡，不会借贷消费，花的比赚的少，削减大部分开支，存钱。他们在花钱之前会三思，在任何购买或投资之前，无论大小，他们都会问自己以下3个问题：我需要这个吗？这个项目能够带给自己更大的增值吗？我可以在其他地方以更低的价格找到它吗？有钱人会购买奢侈品，但那只是他们用资产赚来的钱去购买的。普通人用借贷的方式去满足自己的消费欲望或者虚荣心，这就是不理智的行为了。负债越多，生活越被动，这种思维只会让自己变得越来越穷。2. 时间思维。我们如何管理自己的时间，与我们如何管理自己的金钱和生活密切相关。我们都知道，时间是一种非常宝贵的资源，如果你不知道如何使用它，原本用来做正确事情的时间就白白被浪费掉了。不是说要把我们时间的一分一秒都安排得妥妥当当，而是尽可能把我们时间能够产出的价值最大化。所以如果你有自己的目标，分析一下之前1周或1个月的时间到底有多少是用在实现目标上，然后审视结果，想一想哪些项目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吗？你如何优化它以获得更好的结果？删除一些你认为很重要但实际上并无法让你增值的事情，把更多的时间去做重要的事情。例如没必要的社交，看太多的电视节目，经常沉迷于小视频等。只把时间花在你关心的和你的目标直接相关的事情上，你才能够让时间有更大的价值。3. 产出思维。有钱的人通常会用更多的时间去扮演生产者的角色，而不是做一个消费者。而普通人，生产者的角色又干不好，相反消费者的角色却驾轻就熟，最终对人生没有太多的产出。例如企业家创建企业，富人赚更多的钱，用热情投入到一件事上，创意者写作、设计、绘画或做其他能够发挥自己价值的事。不管是创造可能性、工作职位、内容、艺术、灵感、策略等，他们甚至喜欢自己准备食物，自己写书，产生新想法，开始新项目，思考新方法业务或破解生活的不同领域。然而普通人往往是消费者，消费信息，消费欲望，消费金钱。看一篇鸡汤文，觉得自己应该要自律，认同努力才有机会，转过身来继续刷手机、打麻将、看低俗视频。所以你会看到这2种心态有多么不同。尽量让自己成为生产者，发挥自己的价值。自己没有价值怎么办？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4. 学习思维。有钱人想要跟得上时代的发展，持续学习是必不可少的事情。
如果你觉得自己暂时没有能力，那就把你的工作视为学习和发展技能的机会，更有意识地学习如何更好地完成工作，如何更好地利用时间，如何与同事互动，如何使用新技术等等。通过学习新技能，你会变得更聪明、更强大、更优秀。不要简单的只是为了工作赚钱，赚钱当然很重要，但努力学习你需要的技能，让你的生活朝着你想要的方向发展，也一样重要。一旦你开始更聪明的工作，而不是更努力的工作，你就可以积累相关的经验，成为这一方面领域的专家。网上很多做自媒体的朋友，不是都有自己的专属领域吗？比如旅行分享、情感分析、游戏攻略、3C 产品介绍等，都在创造自己的价值。学习能锻炼你的大脑，并帮助你开展业务、探索新事物的伟大事物领域等等。总的来说，这将使你更有效率和更快乐。5. 投资思维。我们都知道，想要成为有钱人，单靠工资是很难做到的。想要增长自己的财富，就必须投资一些能产生被动收入的东西，比如股票市场和房地产。从最少的资本开始，时间的数量并不那么重要。与从晚年开始大笔投资相比，从小就开始小额投资更容易实现这个目标。例如，有不少朋友投资债券、基金等，每个月拿出至少自己收入的 10%， 然后通过复利的力量，可以创造一个相对不错的收入来源。直到有一天你可以退休的时候，这笔钱也足够自己生活。当然，投资有风险，入市需谨慎。我并不是说你现在就应该投资，尽管未来肯定涉及到这个事情，而是应该培养投资者的心态。什么意思呢？在任何时候，你都应该问问自己，做这件事从长远来看，它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例如，我们为了某件事付出一大笔钱，而选择去报读某个课程，这会在未来为我们带来回报的。所以，养成投资的心态，就是谨慎地做出每一个决定。从现在起几周、几个月，甚至几年后，情况会如何？值得投资吗？尤其时刻留意、清楚明白或紧贴政府的政策、经济的变动等，对于我们如何调动金钱和创业是很有帮助的。平时有空，对特定市场进行自己的研究，而不是听媒体怎么说，看看他在过去几年的表现如何，分析师在说什么和预测，甚至对几年后的情况做出自己的预测。当进入一个新市场，甚至在一个新项目上工作时，先进行测试，不要投入大量金钱、时间或精力，看看它是否有利可图，是否足够有意义。明白这种底层逻辑之后，清楚事情是如何运作的，这时我们的投资才能够发挥最大的价值。6. 成长思维。避免失败，最好和最快的方式就留在你现在的位置及你的舒适区。但是有钱人知道，他们必须冒险才能成长。冒险当然让人感到很不爽，但这是成长的唯一途径。不要害怕承担计算好的风险，要学会在承担风险之前进行研究，或者换句话说，在承担投资风险之前，让自己做好功课。所以，你需要一种成长心态。有成长心态的人会是什么样子呢？这样的人专注于努力工作，采取行动，尝试不同的事情，能够根据问题不断学习和改进，直到成功。与之相反的是，大多数喜欢拖延的人，他们对项目的结果持消极态度，避免学习东西，一旦犯错就放弃。只有当你成为一个终身学习者，并把每一次失败视为成功的垫脚石时，才有可能让自己变得更成功。持续学习，探索新行业，与各种各样的人交谈，每天进步1%，永远不要失去动力和希望。清楚地认识到，坚持努力工作和奉献是实现目标的重要因素。所有这些结合起来，就能够让自己塑造出新的思维方式，而这种思维方式能够引领我们迈向更大的成功。当机会来临的时候，你也会有足够的能力去发挥出自己的能力了。那如何升级自己的思维，成为一个厉害的人？疫情过后，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革，你会留意到，以前可行的法则
现在好像不太行了。如果你固守以前的做法，学习就是靠死记硬背，知道四大发明是什么，清朝是如何灭亡的，十分熟练地背诵古诗，这些方式对于活着也没有太大的问题，但也仅仅是活着而已。真正让我们受用的，往往是那些无论社会怎么发展，都可以让我们以不变应万变的东西，而这就是你的思维。升级自己的思维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，提高我们的竞争力和应对各种挑战的能力。试想一下，假如有2个年轻人，小明和小强，他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有着相似的背景和经历，然而他们的思维方式却截然不同。小明从小就习惯于按部就班地生活，缺乏主动性和创新思维。他认为只要按照父母和老师的要求去做，就能过上安稳的生活。因此，他对于新事物和新挑战总是持保守态度，不愿意尝试和改变。而小强则不同，他从小就善于思考和探索，他喜欢尝试新事物，善于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。他经常主动学习新知识和技能，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和竞争力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你认为谁会脱颖而出？许多传统行业逐渐衰落，新兴行业不断涌现。小明发现自己所学的知识和技能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，他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也逐渐落后于时代。相反，小强凭借自己敏锐的洞察力和创新思维，及时适应了社会的变化。他不断学习和提升自己的能力，积极寻找新的机会和挑战。他成功地转行到新兴行业，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。最终，小明因为无法适应社会的变化而陷入了困境，而小强则因为不断升级自己的思维而获得了成功。这个故事说明了升级自己的思维对于适应社会变化、提高竞争力和实现个人成长的重要性。只有不断学习、思考和创新，我们才能在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中立于不败之地。如何升级自己的思维？升级自己的思维方式以适应瞬息万变的社会是一个重要的任务。但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，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帮到自己呢？其实，我们可以从以下这些方面进行升级。这些地方不仅仅能够应用在个人上，很多公司和国家都也是在运用着这套理论去对自己进行升级的。大概有7点。第1点，接受多元化和包容性。你肯定有留意到，之前国家开放签证，决定试行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，对法国、德国、意大利、荷兰、西班牙、马来西亚6个国家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单方面免签政策。为什么这样做呢？很多人都觉得让外国人来中国，不是让他们来做间谍呢，损害中国的利益。当然，有这种担忧很正常，但跟推动开放相比，这些事情对于整体的影响很小，毕竟有多少人做间谍呢？而且即便有，国家也有相应的对策。为了这种担忧而放弃这种多元的开放推动，只会让自己陷入被动。毕竟在现代社会中，多元化和包容性是越来越重要的价值观。我们需要理解和接受不同的观点、文化和背景，以便更好地与他人合作和解决问题。试想下，那些全球的大公司招聘的人才，不都是来自于不同背景和文化的？公司鼓励员工们互相学习和交流，从而建立了一个多元、包容的工作环境。这种环境不仅促进了创新和创意的碰撞，还加强了公司与全球合作伙伴之间的联系。人也一样，尝试从他人的角度理解问题，学习别人的经验。第2，学会批判性思维。很多人认为，所谓批判性思维就是懂得去抬杠。其实这是不对的，批判性就是带着思考，这是一种评估、分析和解释信息的能力。因为在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我们需要学会区分真实和虚假的信息，评估论证的合理性和证据的质量。看看现在这个资讯的年代，有多少人是跟着网络的节奏走的？
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篇关于某热门话题的文章或视频，每个人都里面传递出来的节奏走，不是被煽动情绪，就是不由分说的去网暴别人。但是一个有批判性思维的人则会保持理性，不会没有立即接受或拒绝这个观点，而是通过查找更多来源，分析证据和逻辑来评估这篇文章或视频的真实性和合理性。这种批判性思维帮助他形成了更全面、客观的观点。批判性思维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自己的偏见和意识形态，以更客观地看待问题。所以不要说但凡批判，就是说反思。第三，培养适应性和灵活性。永远待在自己舒适圈的人，往往更容易缺乏适应性和灵活性。一旦外界有什么风吹草动，自己就不知道怎么办了。但具备适应性和灵活性，就能够随机而动，随机而变。某家科技公司经历了快速的市场变化，其核心业务受到冲击，公司迅速调整战略，从单一产品转向提供多种解决方案，并重新定位目标市场。你认为是哪一家公司呢？当然就是华为了。这种适应性帮助公司度过了难关，并成功地吸引了新的客户。适应性和灵活性是在快速变化的社会中生存的关键。我们需要学会适应新的情况、新的角色和新的挑战。这就需要我们具备自我调整和自我改变的能力，以及不断学习和成长的心态。第四，增强人际交往能力。人人手机的时代，似乎大家都没有社交的需要。但是往深一层去思考，你就会发现那些火红的产品从来都具备社交属性，例如微信，例如小视频。不要以为你刷小视频跟社交没有关系，你依然希望跟这个社会有联系，希望知道外界在发生啥，或者希望别人能够跟你分享。只不过这些东西并没有真正的社交需要付出那么多而已。人际交往能力是在现代社会中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。我们需要学会与他人有效的沟通、合作和建立关系，其中包括倾听技巧、表达清晰、协商和解决冲突的能力。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还能为我们提供支持和网络，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挑战。所以，不要忽略自己的人际交往技能。你可以减少那些无效社交，但不能不懂这些社交技能。第五，学习创新和创造性思维。创新和创造性思维是适应未来社会的重要能力。我们需要学会面对问题时采取新颖、独特和创造性的解决方案。例如，很多时候我们在工作中都会遇到某些问题，惯常的方式无法解决问题，这时就需要你利用创新思维了。创新和创造性思维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看似棘手的问题。有时候，一个简单的创新就可以产生巨大的影响。这需要我们具备不断探索和学习的心态。第六，注重自我发展和个人成长。这一点就不用多说了，自我发展和个人成长是保持竞争力的关键。我们需要不断学习新知识和技能，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和综合素质。通过读书、参加培训课程或参与社区活动等方式，我们可以不断扩展自己的知识和视野。同时，反思自己的经验和错误，从中学习和成长也是非常重要的。例如，如果你是职场人士，一旦意识到自己在项目管理方面存在不足，那么最好自我成长的方式就是参加相关的培训课程。通过学习和实践，提高了自己的项目管理能力，这样才能够具备成功领导重要项目的能力。这种自我发展和个人成长，才能够为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所以，一定要对自己有一个深刻的自我认知，理解自己优势、劣势、价值观和目标，这样才能够在不断变化的社会中适应和发展。第七，培养全球视野和文化意识。随着全球化的加速，我们需要培养全球视野和文化意识。什么是全球视野呢？就是指一个人对全球社会、经济、文化和政治趋势的理解和关注，以及跨越国界、理解和关注全球发展的动态的能力。
培养全球视野有助于个人和组织更好地适应全球化时代，提高竞争力，实现可持续发展。了解不同国家和文化的人们的生活方式、价值观和习俗，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与他人合作和交流。同时，全球视野和文化意识还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全球问题和挑战，以及如何在其中发挥自己的作用。有时候，一些风口就是无意中出现在这些时候，例如现在的 AI。当然，要做到这些往往并不容易，但最重要的是，我们需要拥抱变革并积极应对挑战。未来社会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变化，我们需要具备应对变革和挑战的能力。这需要我们具备适应性、创新性和解决问题的能力，以及持续学习和成长的心态。所以说，升级自己的思维方式很重要，这样才能够适应瞬息万变的社会。不断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水平，那么不管外界怎么变化，你都可以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了。经过对有钱人的6个思维方式的深入探讨，我们不仅了解了成功人士的思维模式，而且还揭示了成功背后的普遍原则。重要的是，这些思维方式并非只限于财富领域，它们同样适用于个人成长、事业发展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。在这个迅速变化的世界里，我们不应该局限于传统观念或过时的做法，取而代之的是，我们应该学会像成功人士那样思考，拥抱变化，持续学习，勇于冒险，不断创新，以及有效地管理我们的时间和资源。这些都是通向成功和满足感生活的关键。你的每一步决策都在塑造你的未来，因此不要害怕走出你的舒适区，尝试新事物，培养积极的生活态度。在面临选择时，问问自己，这会带我走向我想要的生活吗？最后，我要提醒各位读者，成功不是一夜之间的事情，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。保持学习和成长的心态，让这些思维方式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，你就会发现自己不仅在财富上，而且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。现在是时候采取行动了，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，迎接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吧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